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大打出手的时候，在不远的南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发生了冲突。很多人觉得阿富汗塔利班是不可战胜的帝国坟场，连美国人打了20年都只能灰溜溜的连夜撤军。而印度呢？印度则是南亚当之无愧的军事霸主，每年花几十亿美元购置装备同时在南亚拥有人口、土地和核武器的优势，没人敢惹。但是呢，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告诉你，巴基斯坦在短短几个月内先把印度的防空体系炸成废铁，接着呢又把阿富汗塔利班的核心阵地和经济命脉彻底掐断了呢？这2场残暴的降维打击可不是靠什么西方施舍的旧武器，巴基斯坦正是仰仗着纯正的中国军工生态系统横扫南亚，而且作为幕后的老大，中国在南亚有着更宏大的经济设计。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2025年当时呢，印度觉得自己又行了，在克什米尔边境搞搞事情。结果呢，印度4架引以为傲的法制阵风战斗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凌空打爆。印度的飞行员反应时间只有可怜的9秒钟这的事儿大家想必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今天呢，主要聊聊最近巴基斯坦是如何惩治西边那个让美国人都头疼的帝国坟场阿富汗的。2026年2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瓦贾·阿西夫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宣布了一句话：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了，现在是全面战争。正义之怒行动瞬间打响，这可不是边境小摩擦，这是冲着瘫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去的。你们可能觉得这种战争就是2帮人在山沟里互射 AK-47但是在中国军工体系的加持下，巴基斯坦玩的是一场冰冷的高科技剥夺战。我们把视角切入到战场的微观和受害者视角，看看现代科技对游击队是怎样的降维打击时间来到2026年3月16号晚上9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夜幕下，奥米德成瘾治疗医院是一座拥有2000个床位的大型设施这个地方距离前北约军事基地凤凰营非常近。而巴基斯坦军方情报显示，塔利班把这个地方当成了无人机组装车间和高价值弹药库的掩护。当时一名50岁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刚刚做完晚上祷告，正和另外25个人待在宿舍里，他们根本听不到空中有任何的战机轰鸣。几百公里外呢，巴基斯坦的 JF 枭龙战斗机甚至都不用进入阿富汗的防空火力射程，就在防区外投下了由中国技术支持巴基斯坦公司生产的高精度滑翔制导炸弹。这种炸弹呢，能飞行170公里当艾哈迈德反应过来的时候，连环的爆炸已经彻底撕裂了整个建筑，整个地方呢就陷入了火海那种感觉就像在世界末日艾哈迈德在接受路透社来访时浑身发抖的回忆：我的朋友们还在大火里惨叫燃烧，我根本就救不了他们。根据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发声明这场空袭呢，直接导致医院大面积被毁，死亡人数高达400人，另有250人重伤现场的急救医生尤萨夫扎伊回忆巨大的冲击波把他的同事直接从这堵墙甩到了那堵墙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面对这种从天而降根本看不见敌人的毁灭性打击，你会是什么感觉呢？之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愤怒地指责巴基斯坦是在犯反人类罪，但是巴基斯坦的信息部部长回应极为冷酷他在社交媒体上反驳说，这就是假新闻，我们打击特别精准，目标就是塔利班军事设施和恐怖分子的军火库。巴基斯坦军方更是直接甩出了战果在整个正义愤怒行动中击毙了超过684名阿富汗塔利班恐怖分子，摧毁了252个哨所。在先进的工业体系面前，塔利班引以为傲的游击战术和山区地形成为了摆设。中国制造的翼龙2和 CH-4B 无人机搭载着蓝剑7和 AR-1 反坦克导弹，可以在目标上空静默盘旋10几个小时，只要恐怖分子一露头，立刻就可以定点清除。打到这个份上，很多人可能会问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好歹也是邻居啊，为什么非要下死手把事儿做绝呢？这就触及到了这场战争最隐秘的底牌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反恐战争，而是一场血淋淋的地缘经济绞杀战。如果你以为战争只是拼子弹，那你可就太天真了。战争打到最后，拼的全是钱啊！巴基斯坦现在非常清楚，要逼塔利班交出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高层，光靠轰炸是不够的，必须要掐断他们的经济大动脉。阿富汗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内陆国家，它要活下去，所有的货物、粮食甚至矿产出口，绝大多数都要依赖巴基斯坦这个卡拉奇港，还有就是图尔汉姆和查曼这两个关键的陆运口岸。随着战事升级，巴基斯坦直接把大门给焊死。根据彭博社和相关的经济智库的数据啊，这招经济休克疗法极为致命啊！双边的贸易额直接从2024年的24.6亿美元暴跌到17.7亿美元。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具体的场景。现在边境关闭的短短几个月里，超过1万个满载货物的阿富汗集装箱被死死卡在巴基斯坦境内啊！知道这笔账怎么算吗？每个集装箱每天要交120美元的滞期费，阿富汗的进口商们什么都没干，每天一睁眼120万美元的罚款就没了。过去3个月呢，阿富汗商人光是交这笔冤枉钱就损失了超过 1.08 亿美元啊！这还只是直接的损失。口岸一关，阿富汗国内的物价直接原地起飞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显示啊，喀布尔市内的面粉、大米、食用油价格暴涨，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吃的了。阿富汗塔利班当然也不想被活活憋死，他们试图寻找备胎。阿富汗政府宣布啊，给商人们3个月的时间，把贸易线路转移到伊朗的查巴尔港。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是现实狠狠地给塔利班一巴掌。阿富汗媒体自己做了一项暗访调查，伊朗的查巴哈尔港的运输成本是走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的整整2倍。更何况伊朗现在自己都跟美国和以色列搞对抗呢，中东现在乱成一锅粥，这条替代线路根本靠不住。既然大家都在失血呢，巴基斯坦为什么敢这么硬刚呢？因为巴基斯坦的背后站着一个不容侵犯的战略利益基本盘，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这就触及到了这场博弈的最核心逻辑啊！中国在巴基斯坦砸了超过6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藏在阿富汗境内的 TTP 武装分子近年来频繁的越境搞破坏。2021年和2024年，他们2次袭击了前往达苏水电站的中国工程师车队，造成多名中国公民遇难。2026年的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境内又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人员和项目的自杀式袭击。这可就碰了北京的红线了。根据《纽约时报》和西方智库的分析，中国要求巴基斯坦必须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甚至呢开始利用投资作为杠杆，逼着伊斯兰堡采取铁腕手段。所以，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这场空袭，本质上是向最大的金主和盟友递交一份投名状。巴基斯坦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不仅有决心，在使用中国提供的全套武器系统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呢，中国是巴基斯坦绝对的军工后盾。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啊，巴基斯坦高达 82% 的武器进口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在使用的歼10C 战斗机、VT4 主战坦克、翼龙无人机全是中国血统。有了这些没有政治附加条件、不怕被卡脖子的硬核装备，巴基斯坦才敢跟阿富汗塔利班叫板。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最高级别的和平调停者，在巴基斯坦对喀布尔狂轰滥炸之后，中国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迅速穿梭于伊斯兰堡和喀布尔之间，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斡旋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态，希望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呢解决分歧。你现在看懂这个局了吗？这就是顶级大国的手腕啊！一手呢给你降维打击的剑，稳住基本盘；一手呢举着和平的橄榄枝，主导区域秩序的重组。那些在巴阿边境上的炮火，不仅打碎了塔利班的庇护所，更是中国武器系统在南亚实战中的又一次完美路演。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里面酸溜溜的承认中国呢在利用这场冲突测试并向全世界推销其先进武器的实战能力，这彻底改变了南亚的安全天平。现在无论是歼十 C 还是枭龙，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已经成了抢手货，连孟加拉都在考虑购买40架中国战机了。这场仗打到现在，局面已经非常清晰了。巴基斯坦用中国武器实现了物理上的降维打击，同时呢，封锁边境，实施了残酷的经济绞杀。我呢，现在有个问题想问各位面对每天上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面对头顶上随时可以丢下制导炸弹的中国无人机，你觉得阿富汗塔利班是会因为所谓的江湖义气继续死保 TTP， 还是会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最终低头？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答案。真实的地缘政治永远比电影更残酷，别忘了点赞订阅5人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